凌晨，縣城老舊居民楼裡只剩江家一盏燈亮着，江母手上还沾着面粉。他刚收完早餐攤，連圍裙都沒摘。江行舟坐在舊電腦前，手指停在查分頁面。江行舟寒窗12年，父親犧牲的早，母親靠一個早餐攤供他讀書。別人補課靠錢，他靠舊卷子；別人刷題到深夜，他刷到天亮。他不是天才，只是太清楚自己沒有退路。高考是他和母親走出這間舊屋唯一的路。查分按鈕按下，頁面加載。江母屏住呼吸，下一秒分數跳出來。江行舟總分742。江母捂住嘴，眼淚瞬間掉下來。行舟742啊！你考上了，你真的考上了！江行舟也愣住，他不是沒想過自己能高分，可真正看到這個數字時，還是像被一束光砸中。742分，這不只是一個數字，是江母凌晨4點出攤的每一天，是江行舟冬天手指凍裂還在寫卷子的每一頁，是父親犧牲後這個家終於等來的第一聲響亮回音。江行舟立刻截圖，可就在他準備刷新頁面時，系統突然卡住，幾秒後頁面重新加載。江行舟總分423。屋裡瞬間死寂。江母以為自己看錯了，她擦了擦眼睛，彎腰盯着屏幕。江行舟重新輸入准考證號423，再查還是423。命運最狠的時候，不是不給你希望，而是先把希望遞到你手裡，再當着你的面硬生生搶走。剛才那個742分還在截圖裡，是不是系統錯了？剛剛明明是742啊！江行舟沒有回答，他的手指點開截圖，截圖還在，姓名、准考證號、分數都清清楚楚。就在這時，班級群忽然炸了，班主任轉發學校喜報，熱烈祝賀我校顧銘川同學以742分榮獲縣理科狀元。江行舟的瞳孔猛地一縮，742，同樣的分數，卻變成了顧銘川的名字。第二天，縣一中門口拉起紅色橫幅，顧銘川穿着嶄新的白襯衫站在校門口接受採訪，校長、班主任、記者圍着他，鏡頭、鮮花、掌聲全都屬於他。顧銘川平時成績穩定在500出頭，全校都知道他從沒進過年級前10，可今天他成了縣狀元。而真正查到742分的江行舟站在人群外，像一個突然被世界踢出去的人。顧同學考到742分有什麼祕訣？主要是心態穩定，還有感謝學校培養。江行舟擠上前，把截圖舉到班主任面前。老師，我昨晚查到的也是742，系統後來才變成423，這分數有問題。周圍瞬間安靜，班主任臉色一變，顧銘川卻走過來。江行舟，你查錯了吧？狀元這種事兒也能認錯？行舟，別鬧了，今天是學校的大喜日子。江行舟，這種偽造截圖的行為很嚴重，你要是對分數有疑問，可以走正規流程，不要在校門口影響學校聲譽。正規流程這4個字聽起來很公正，可江行舟看見校長說話時，顧銘川父親顧成海正站在不遠處，那是縣教育局副局長，他沒有說話，只是淡淡看着江行舟。顧銘川走近，壓低聲音：江行舟，423就423，人要認命，這個742不是你的，成績單上寫的是我的名字，你說不是我的，誰信？校長辦公室裡，空調冷得刺骨。江母穿着洗得發白的衣服，手裡緊緊攥着江行舟的截圖打印件。他站在一屋子領導面前，局促的不知道手該放哪。江母沒讀過多少書，他不懂系統，不懂複合，也不懂什麼流程。他只知道昨晚他親眼看見兒子考了742，那一刻，他以為死去的丈夫終於能安心。可今天，這間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告訴他：你看錯了，你兒子查錯了，你們不要鬧。截圖不能作為成績證明。現在系統顯示江行舟423分，我們學校只認官方結果。可是校長，我們娘倆昨晚親眼看見742，行舟從來沒考過這麼低啊。江行舟這次可能發揮失常，高考壓力大，學生接受不了也正常。江行舟看向班主任，這個老師曾經說他一定能考出縣城，現在他連看他一眼都不敢。江行舟把自己的平時成績、模擬考、排名、競賽證書一頁頁擺出來，每一份都證明他不可能考423。高31年，江行舟5次全縣聯考，4次第一，1次第二。數學競賽省2等獎，物理競賽省1等獎。國防大青少年科技營入營名單裡也有他的名字。這樣的學生突然考423，不是不可能。但如果同一晚他先查到742，而顧銘川隨後成了742，那就不是失常，是有人把2個名字換了。
我要申請原始塔蒂卡复核。我要查考场监控。我要查志愿系统登录记录。程立辉脸色彻底冷下来。江行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这是在怀疑学校，怀疑考试院，怀疑整个系统。我懷疑的是有人動了我的成績。辦公室安靜，班主任低頭，程立輝盯着江行舟，聲音壓低：年輕人路還長，別因為一時不甘毀了自己。這不是勸告，是威脅。江行舟聽懂了，如果他繼續查，學校會把他從分數異常的學生變成心理失衡、偽造成績、污蔑學校的人。江行舟走出辦公室，走廊上，顧明川正被同學圍着祝賀。他看到江行舟故意揚起手中的採訪安排。聽說你去申訴了，結果呢？學校承認你是狀元了嗎？周圍幾個同學低聲笑。林曼站在一旁皺眉看着江行舟。顧明川，你敢不敢現場講一下數學最後一題的解法？顧明川臉色微僵，很快又笑了。你是不是瘋了？我考多少分，需要向你證明。行舟，你別這樣，你以前不是這種輸不起的人。這句話比校長的威脅更刺耳，因為林曼曾經是最相信江行舟的人，他知道他會熬夜做題，知道他模擬考從不掉出前2，也知道顧明川平時什麼水平。可現在紅榜上寫着顧明川，所以他選擇相信紅榜。江行舟看着他，你也覺得我輸不起？林曼沉默，這個沉默就是答案。顧明川走近，壓低聲音，只讓江行舟聽見。你成績再好有什麼用？你媽擺早餐攤兒，我爸管教育。這個縣城，誰信你？江行舟的眼神一點點沉下去。別查了，查到最後，只會證明你是個笑話。江行舟沒有動手，不是不怒，是他知道現在動手只會給對方一個把他徹底釘死的理由。他必須忍，必須把這一切記下來，一字一句全部記住。手機響起，江行舟收到一條陌生短信：你的志願也被改了。江行舟瞳孔驟縮。夜裡，江行舟獨自坐在縣城網吧角落，屏幕光照在他臉上，他重新登錄志願系統，賬號、密碼、驗證碼。頁面打開的一瞬間，他的手指停住。第一志願南嶺職業技術學院，第二志願空，第三志願空。江行舟原本填的是國防類院校提前批，後面是2所頂尖工科大學。他記得每一個代碼，甚至把志願草稿抄在本子上。可現在全沒了，他的志願被改成了一所民辦高職。這個操作比改成績更狠，改成績是偷他的榮譽，改志願是斷他的路。他調出系統登錄記錄，頁面顯示昨天凌晨3點有一次異地登錄，登錄地點縣教育服務中心，凌晨3點，教育服務中心，這是普通學生絕不可能使用的登錄地址。對方不是要他落榜，是要他徹底閉嘴。江行舟拿出手機拍照，拍到一半，頁面突然強制退出。再次登錄，登錄記錄被清空。他僵在座位上，隨後慢慢把剛才拍下的半張照片保存進加密文件夾。第二天清晨，江木照常出攤，可攤位前沒有幾個客人，不少人站在遠處議論。縣城很小，小到一個學生偽造成績的消息，一夜就能傳遍整條街。江木賣了10幾年早餐，鄰里都說他兒子爭氣，可今天他們看他的眼神變了，像是在看一個教孩子撒謊的人。顧明川母親帶着幾個闊太走過來，他拿起一個包子，又嫌棄地放下。你兒子還鬧呢，考不上就復讀，何必盯着我家明川的狀元不放？我家行舟沒有撒謊，全縣店都知道明川742，你家那個423。做人啊，最怕認不清命。江母臉色發白，江母握緊圍裙，眼眶通紅。他想反駁，卻發現周圍人都在看他笑話。窮人最怕的不只是沒錢，是連說真話的資格都被人拿走。江母親眼看見742，可他說出來，別人只當他不甘心。他們相信紅榜，相信領導，相信顧家的體面，就是不相信一個賣早餐的母親。
江行舟带着志願異常照片再次來到學校，這一次顧成海也在。他坐在主位，不穿制服，卻比校長更像這間屋子的主人。江同學，你的情況我們了解了，年輕人壓力大，出現認知偏差，可以理解。我的志願被人凌晨3點從教育服務中心登錄修改，這也是認知偏差。顧成海看向照片，表情沒有變化。半張照片說明不了問題，系統記錄已經核驗過，沒有異常。學校建議你簽一份說明，承認自己因查犯誤會產生過激行為，學校可以不追究你擾亂秩序。憑什麼讓我兒子認錯？不簽也可以，但江州同學的檔案評價恐怕會受影響。江行舟低頭看着那份说明，上面寫着：本人承認因心理壓力產生錯誤認知，本人自願放棄成績，志願相關申訴，本人願意承擔不實言論後果。這不是說明，這是認罪書。只要簽了，他就再也不是被頂替的學生，而是一個造謠、心理失衡、污衊學校和現狀元的人。顧成海想要的不是平息風波，是讓江行舟親手把自己埋掉。江行舟拿起筆，江木急了：行舟，不能簽！我不簽。他只是把筆輕輕放回桌上。那你想怎麼辦？普通申訴你們能壓，那我就走你們壓不住的。夜裡，江家小屋裡很安靜。江木坐在桌邊，手裡攥着那張沒簽的說明書复印件。他一整天沒說話。江行舟打開舊鐵盒，裡面是獎狀、競賽證書、父親的軍功章，還有一枚國防大科技營紀念徽章。一位老師曾告訴他，如果高考成績達標，可以走國防大特殊人才推薦複核。那時他沒太在意，因為他以為正常高考就夠了。你爸要是還在就好了，他肯定不會讓他們這麼欺負你。媽，我爸守過邊境，我也想去守點東西。江木看着他，你要去軍校？江行舟點頭。國防大。江木怔住，這3個字他聽不太懂，可他知道那一定是很難很遠的地方。江行舟打開國防大科技營舊郵箱，裡面保存着一封半年前的郵件。江行舟同學，您已進入國防科技前置人才觀察名單，如高考檔案出現異常，可通過專用複核郵箱提交材料。這封郵件是顧成海不知道的東西，學校不知道，顧銘川不知道，甚至班主任也不知道。因為江行舟參加科技營時用的是父親烈士家屬檔案和競賽推薦，這條線不走縣教育局，不走縣一中，不走顧成海能伸手的地方。江行舟開始整理材料，742分截圖，志願異常半張照片，歷次模擬考排名，競賽證書，科技營結業證明，父親烈士證明，還有一份手寫說明。他沒有寫求你們救我，也沒有寫顧家害我，他只寫事實。幾點幾分查到742，幾點幾分系統變423，學校核實官宣顧銘川742，志願何時被改，登錄地點在哪裡，誰逼他簽放棄申訴，每一條清清楚楚。他敲下郵件，標題：高考成績及志願檔案異常複核申請。第二天，學校為顧銘川拍攝狀元宣傳片，林曼作為優秀學生代表站在旁邊。顧銘川穿着印有名校校徽的外套，對着鏡頭侃侃而談。顧銘川越風光，江行舟就越像個笑話。顧同學，聽說你準備報考頂尖工科大學？是的，我希望以後做國家需要的科研人才。江行舟從操場邊經過，顧銘川看見他，故意提高聲音：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走科研路，有些人還是要早點接受現實。林曼皺眉，卻沒有阻止。江行舟沒有停，他只是把手機裡已經發送成功的郵件看了一眼。郵件已發送。夜裡，國防大複核辦公室，沈砚秋點開江行舟的郵件。一開始，他只是按流程查看，可翻到科技營記錄時，眼神變了。江行舟這個名字，他記得。半年前，科技營無人機算法測試第1，體能合格，政審初篩通過。導師評價是穩定、冷靜、抗壓強，有國防科研潛質。這樣一個學生，高考423，志願被改成民辦高職，這不合理。沈砚秋調出內部人才觀察名單，江行舟的檔案還在，預計分數區間720-750，異常標記未錄入。沈老師，要走普通諮詢流程嗎？不，啟動特殊複查。他在系統裡敲下一行字，申請調取江行舟原始答題卡、考場監控、筆記備案、志願登錄記錄。
這個學生不能丟。複合辦公室裡，江行舟的材料被鋪滿桌面，模擬考成績、競賽證書、科技營數據、高考異常說明，還有那張742份截圖。普通人查成績，看的是系統裡最後顯示的分數。一個真正有培養價值的人，不会只因為地方系統跳出一個423就被簡單劃掉。老教授看完江行舟科技營報告，眉頭緊皺。這個學生我記得，無人機群控算法，他現場改過一次模型，不可能只有423。但地方系統顯示成績有效。系統有效，不代表過程沒有問題。先查登錄軌跡，再查原始查值卡流轉。縣教育局辦公室裡，顧成海正在喝茶，程立輝坐在對面，臉色有些不安。江行舟還是不肯簽，他還說要走我們壓不住的路。一個早餐攤的兒子能有什麼路？省里复核通道我打過招呼，學校檔案你也處理好了，只要他沒有完整證據，就是鬧事。顧成海太熟悉地方流程，誰負責初審，誰負責檔案流轉，誰可以拖，誰可以壓。他以為江行舟能碰到的天花板就是縣教育局，他不知道江行舟已經把材料送進了國防大，更不知道國防大複核系統查的不是地方給出的結論，而是原始鏈條。程立輝還是不放心。顧局，萬一他真聯繫到外面的人，那就讓他聯繫。顧成海打斷他。現在顧明川是縣狀元，紅榜、採訪、錄取材料都鋪出去了，誰還會為了他一個423分的學生翻案？程立輝點頭。江行舟幫母親收攤，林曼站在路邊，猶豫很久才走過來。他手裡拿着一張復讀機構宣傳單。行舟，我托人問了，這家復讀班還不錯，你現在繼續鬧真的沒意義。林曼不是惡毒，他只是選擇了最安全的判斷。系統說江行舟423，學校說他查錯，所以他覺得江行舟該認命。在他眼裡，他遞來的不是羞辱，是為你好。江行舟看着那，覺得我應該復讀，至少比你繼續得罪學校和顧家強，你鬥不過他們的。江行舟聲音很輕。如果我不是423呢？林曼沉默片刻。可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423。江行舟笑了一下。那就等他們看到真的。你到底還想做什麼？江行舟沒有回答，手機震動，一封郵件回執彈出。你的複核申請已進入特殊審核流程。夜裡第一批數據回傳，原始答題卡封存編號調出，考場座位圖調出，指紋簽到記錄調出，志願登錄軌跡調出。篡改成績的人最怕原始數據，因為紅榜可以換名字，系統分數可以被覆蓋，志願可以被改，但考試當天誰坐在哪個座位，誰按過指紋，誰交了哪張答題卡，誰的筆記落在卷面上，這些東西不會一起撒謊。複核員盯着屏幕，臉色變了。沈老師，異常很明顯，江行舟原始卡題卡編號和顧明村最終成績檔案存在交叉綁定。沈硯秋抬頭，什麼意思？簡單說，顧明川現在的742分綁定過江行流的考試卡編號。辦公室瞬間安靜。訂票，明天去清河縣。縣一中禮堂掛滿紅色橫幅，正中央的大屏幕上，顧明川的照片被放大，旁邊寫着幾個刺眼的大字：熱烈祝賀顧明川同學以742分榮獲清河縣理科狀元。在清河縣這種小地方，一個縣狀元不只是學生的榮耀，也是學校的招牌，是校長的政績，是教育局的成績，更是顧家往上爬的一塊台階。所以今天的表彰大會辦得比畢業典禮還隆重，鮮花、獎學金、媒體、領導致辭一樣不少，所有人都在慶祝顧明川，沒人提江行舟。那個真正查到742分的人，像是從這場盛宴裡被徹底抹掉了。顧明川穿着白襯衫，胸前別着紅花，站在台上，他身邊程立輝滿臉笑容，顧成海坐在第一排，神情從容。林曼作為優秀學生代表，坐在顧明川旁邊。顧明川同學的成功，證明了我校立德施仁的成果，也證明只要努力，寒窗苦讀，終有回報。台下掌聲雷動，顧明川微微低頭，裝出謙虛模樣。可鏡頭沒拍到的是，他嘴角壓不住的得意。禮堂外，江行舟拿着申訴材料想進去，門口2個保安直接攔住他。江木站在一旁，手裡還提着給兒子準備的水，臉色焦急。保安冷着臉：校長交代過，今天表彰大會不允許无關人員進入。江木急了，无關人员4個字比任何羞辱都刺耳。
3年裡，江行舟給縣一中拿過競賽獎，拿過聯考第1，拿過各種榮譽。學校貼紅榜時，他是優秀學生；需要他參加公開課時，他是榜樣。可當他質疑成績被頂替時，他就成了無關人員。江行舟沒有硬闖，他只是看着禮堂裡面，顧銘川正站在台上接受獎學金，那筆獎學金原本應該屬於他。江木聲音發抖。江行舟搖頭，他把手機錄影打開，把保安攔人的過程錄下來，又拍下禮堂橫幅和顧銘川領獎畫面。江行舟已經明白，哭沒有用，喊沒有用，當眾衝進去也只會被說成心理失衡。他要做的是把他們每一步踩過來的痕跡全都留下來。顧銘川上台發表感言，記者把話筒遞到他面前，他看起來溫文爾雅，像是真正靠實力登頂的少年。平时成績只是參考，高考考的是心態。我希望有些同學能夠接受現實，而不是沉浸在過去的優越感。這個問題明顯是提前安排好的。顧銘川輕輕笑了一下，台下響起一陣輕微笑聲。雷曼聽出他在說江行舟，神情有些不自然，可他沒有開口。顧銘川很聰明，他不直接點江行舟的名，但每一句都在踩江行舟。他說心態，說現實，說過去的優越感，好像江行舟從被害者變成了不肯承認失敗的人。記者又問，如果那位同學繼續申訴，你會擔心嗎？顧銘川低頭一笑，清者自清，成績單上是誰的名字，大家都看得見。掌聲再次響起，顧成海坐在台下滿意的點頭。表彰大會結束，人群從禮堂裡湧出，顧銘川被記者圍着，林曼站在他身邊，江行舟站在台階下，和他們隔着一層人群。顧銘川看見江行舟故意舉起獎牌，行舟，你還不走？要不我把獎牌借你摸摸？周圍有人笑出聲，江木氣得渾身發抖，江行舟卻只是看了他一眼。獎牌先放你那裡，別弄丟了。顧銘川臉色一僵。就在這時，人群後方一個穿灰色襯衫的女人停下腳步。她不是學校老師，也不是記者。她看了一眼顧銘川，又看了一眼江行舟，最後她低頭在筆記本上寫下一行字。顧銘川面對質疑回避答題細節，江行舟情緒穩定，保存現場證據。女人合上筆記本，撥出電話。我到清河縣了，表彰大會剛結束，顧銘川的問題比材料裡更大。天還沒亮，薑母照常出攤，蒸籠冒着熱氣，豆漿桶剛擺好，可沒等幾個客人上門，幾個混混就圍了過來。薑母這一輩子沒什麼本事，她會揉麵，會熬粥，會把1塊錢掰成2半給兒子交資料費。丈夫犧牲後，她沒改嫁，也沒喊苦，她只說行舟讀出來就好了。可現在兒子的成績被偷，她連擺個早餐攤都成了顧家眼裡的礙眼東西。不講理的人家還在學校門口擺攤，影響多不好。混混掀翻一個蒸籠，包子滾了一地，熱豆漿潑在地上。薑母慌忙去護，卻被人推倒。有人舉報你無證經營，趕緊滾！混混冷笑，無證經營，占道擺攤，影響市容。這些話平時沒人提，因為學校很多老師、學生都吃過薑母的早餐。可當顧家想讓他閉嘴時，這些話突然就全都成了刀。薑母渾身狼狽地來到縣一中門口，他衣服上沾着豆漿，膝蓋擦破了皮。他想找校長，保安卻不讓進。校長，你們還我兒子成績！我兒子不是423，他不是。這是薑母第一次在學校門口失態。他原本最怕給兒子丟人，過去江行舟開家長會，他都換上最乾淨的衣服。他怕別人說狀元的媽是個賣包子的，可現在他顧不上體面了，因為他發現如果自己不喊，就沒人替他兒子喊。陳立輝終於出現，他皺着眉，像是在處理一場麻煩。江母，你這是做什麼？學校已經解釋過，江行舟是查錯分，你在校門口鬧，影響很不好。薑母撲通一聲跪下，陳校長，我求求你，你讓我看看原始卡地感，我兒子不可能考423啊！你這樣是在訛學校，再不起來，我只能報警了。江行舟趕來時，正看見母親跪在地上，他臉色瞬間變了。可他還是先把母親扶起來，而不是衝向陳立輝。真正讓江行舟心口發疼的，不是顧銘川領獎，不是同學嘲笑，也不是林曼不信他，而是母親跪下的那一刻，
那個凌晨4點出攤、從不向命低頭的女人，為了她的成績跪在了全校面前。江行舟扶住母親，江木哭着抓住她：“媽沒用，媽不知道還能找誰。”林曼站在人群外看着這一幕，表情很複雜。她想上前，卻又停住。顧銘川的聲音從旁邊傳來：“江行舟，你媽這戲演得不錯啊，怎麼不查成績開始打親情牌了？”顧銘川冷笑：“你最好記住今天，等真相出來，我會讓你親自給我媽道歉。”真相？你的真相就是423。不遠處街角，沈砚秋看完這一幕，她沒有立刻出面，只是讓同事拍下現場情況。她的臉色比昨天更冷。複合組最忌會提前暴露，因為他們要查的不是一個學生的委屈，而是一條可能涉及成績、志願、檔案和地方關係的鏈。越早亮身份，對方越容易銷毀證據。所以沈砚秋只能看着江木跪下，看着校長威脅，看着顧銘川嘲諷，然後把每一個人的反應記進調查記錄。傅和元低聲：“沈老師，要不要現在通知學校配合？”“不急，他們越以為没人能查，越會露出真實嘴臉。”他低頭看手機，技術組發來一條消息：志願登錄記錄底層備份未被完全覆蓋，修改 IP 疑似清河縣教育服務中心內網。沈砚秋抬頭看向縣一中大門：“通知省招辦，先別驚動顧成海，我們從志願改動開始查。”會議室裡空調開得很低，桌上放着一份打印好的承諾書。江行舟和江木坐在對面，顧成海依舊坐在主位，手邊是一杯熱茶。他看起來不像來解決問題，更像來宣判結果。他們終於不裝了，前幾天還說走正規流程，今天就把承諾書擺到了江行舟面前，承認查錯分，承認截圖是誤會，承諾不再申訴，承諾不再散播不實言論。只要江行舟簽下這張紙，他就親手把自己從被害者變成了造謠者。程立輝語氣緩和，像是在勸一個不懂事的學生：“江行舟，你還年輕，不能因為一次考試失利就毀掉自己的未來。簽了，學校可以給你保留復讀名額。”“老師也是為你好，你繼續鬧，檔案評價會很難寫。”“你們這是逼孩子認錯啊！”江母，話不能這麼說，我們是在給他留退路。顧成海慢慢放下茶杯，顧成海把幾份材料推到江行舟面前。第一份是學校處分建議，第二份是攤位整治通知，第三份是心理異常建議輔導記錄。他們準備得很全，如果江行舟不簽，就給他處分，給他檔案寫心理異常，讓他母親的攤位再也擺不下去。你父親是烈士，我們尊重，所以才一直沒有追究你。但烈士子女也不能污蔑現狀元，明白嗎？我父親守邊境，不是為了讓我被人偷成績還要閉嘴。江行舟，別不識好歹。江母握住江行舟的手，他的手很粗糙，也在抖。他怕兒子簽，更怕兒子不簽後被他們逼到無路可走。江行舟看見母親的手，心裡忽然靜了下來。憤怒不能解決問題，衝動也不能解決問題。顧成海要他失控，要他拍桌子，要他罵人，要他把自己變成一個情緒失衡的考生。他偏不。江行舟拿起筆，所有人都看着他。江母臉色發白，江行舟低聲：“行舟。”媽，相信我。他在承諾書上沒有簽名字，而是寫下一行字：本人不同意放棄申訴，本人申請調取原始答題卡、志願登錄記錄、考場監控。程立輝猛地站起來：“江行舟，你這是什麼意思？”你們讓我寫說明，我寫了。你会後悔的。後悔的應該不是我。江行舟把筆放下，顧成海盯着他，眼神陰沉。夜裡，江行舟回到家，他把白天會議的錄音整理好，連同那份被他改寫的承諾書照片一併發到國防大附和郵箱。他們以為會議室裡只有他們的人，卻不知道江行舟從進門那一刻起就打開了錄音。顧成海的威脅，程立輝的誘導，班主任的檔案暗示，
還有那句烈士子女也不能污蔑現狀元，每一句都進了複合組檔案。郵件發送成功。幾分鐘後，一個陌生號碼打來，江行舟接起。江行舟同學，我是国防大招生复合組沈燕秋，你的材料我们已经收到，從現在開始，不要再單獨和他們談，也不要簽任何東西。你們相信我？我們不相信任何人的嘴，我們查證據，但目前的證據顯示，你的成績異常，不是誤差，是人為替換。顧家別墅門口鋪着紅毯，快遞車停下時，顧母立刻把記者叫了過來。顧明川站在門口，穿着白襯衫，滿臉笑意。快遞員雙手遞上一個厚重信封，京華理工大學錄取通知書。顧家把收到通知書這件事辦成了第2次表彰大會，他們要讓所有人看見，錄取已經下來了，事情已經定了。江行舟再鬧也沒用。顧同學，此刻心情如何？很感謝學校和父母，也希望某些同學能放下執念，重新開始。我們銘傳一路走不容易，這段時間還被人惡意質疑，孩子壓力很大。江家早餐攤被迫暫停，原來的位置空着，只剩一塊沒收走的舊木板。江木坐在路邊，手裡拿着清理攤位時留下的蒸籠蓋。顧家收到通知書這天，江家沒有生意，攤位被整治，鄰里避着他們。有些老客人想來買早餐，卻又怕惹上顧家。顧家這回穩了，通知書都下來了，江行舟還怎麼翻？他要是真742，通知書怎麼不寄給他？江木聽見，眼圈發紅。江行舟把手機收起來，扶母親起身。行舟，是不是來不及了？通知書都到他們手裡了。通知書能記錯？原始打紙桿不會寫錯。媽，再等等。有人在查了。沈燕秋在縣城一家普通賓館設了臨時工作點。頂替案最怕的不是表面材料，表面可以補，獎狀可以複印，喜報可以重發，可時間線很難完美偽造。成績綁定時間、志願修改時間、錄取投檔時間、檔案流轉時間，只要有一處錯位，整條鏈就會露出縫。沈老師，顧明川投檔材料裡有一項異常，他的成績綁定在志願修改之後才完成，正常流程應該相反。江行舟呢？江行舟原始高分陶特卡編號曾短暫出現在顧明川材料裡，後來被覆蓋了，但底層日誌還留了一段痕跡。也就是說，顧明川的通知書是用江行舟的原始成績投出去的。夜裡，顧家還在慶祝，親友送來的花籃堆滿門口。江行舟路過時，顧明川正出來送客。慢走啊，改天再聚。看見了嗎？通知書到了。你申訴了這麼久，有用嗎？你最好別太喜歡這張通知書。酸不酸？你要是想看，我可以借你拍張照。我怕你以後看到它會睡不着。喂，爸。最近別再接受採訪，錄取材料那邊有人開始查了。顧明川抬頭看向江行舟，江行舟已經轉身離開，背影平靜的讓他心慌。江家小屋裡燈泡昏黃，江行舟翻出一隻舊紙箱，裡面全是他高中3年的草稿本。江行舟一直有個習慣，每次大考結束，他都會把最後幾道難題重新默寫一遍，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確認自己哪裡可以更快，哪裡可以更穩。高考結束那晚，他也做過同樣的事。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自己的分數會被偷，更不知道那一頁復盤後來會成為第一份原始證據。行舟，是不是這個？江行舟接過，
頁面最上方寫着高考數學最後一題復盤，6月8日晚。下面是完整解法，每一步推導都很清楚。最特別的是，他在關鍵轉折處畫了一個小三角符號，這是他多年習慣，表示此處換元。江行舟盯着那頁紙，眼神亮了。是這個。江行舟把那頁復盤拍照，又翻出自己3年來的競賽筆記，同樣的換元符號，同樣的邊角標注，同樣的演算排版，他一頁頁拍下，整理成文件。筆記可以模仿，答案可以背誦，但長期解題習慣很難偽造。一個人遇到複雜題時，先畫圖還是先列式？換元時喜歡用什麼符號？壓縮步驟時省略哪一行？這些東西像指紋，不是寫在姓名欄裡，卻藏在每一道題的骨頭裡。江行舟把文件發給沈砚秋，很快對方回復：收到。明早比對原始答題卡。江行舟坐在桌前，久久沒有動。江木看着他。這能證明嗎？不能單獨證明，但能讓他們知道742那張卷子是誰寫的。原始答題卡是整個案件最關鍵的東西，它不像系統分數可以被覆蓋，不像紅榜可以重打，它從考場封存、掃描、上傳、歸檔，每一步都有編號。只要這張卡還在，頂替者就無法真正把別人的努力吞乾淨。複合元放大數學最後一題，原始答題卡上的解法和江行舟復盤本幾乎同一結構，關鍵換元處也出現了那個小三角符號。複合元低聲：沈老師，看這裡，符號一致，步驟壓縮習慣一致，筆記傾角也和江相比和江行舟競賽筆記高度接近。顧明川平時筆記呢？沈砚秋看着屏幕，沒有立刻下結論。複合元調出顧明川提交過的作業掃描，字跡浮躁，解題結構完全不同。同類題，顧明川甚至從未用過這種換元方式。沈砚秋聲音沉下去。做筆記和解法路徑雙重鑑定，再調顧明川數學原始草稿痕跡。第一份強關聯證據終於出現，他還不能立刻把顧明川從領獎台上拽下來，卻能證明一件事：高分答題卡上留下的不只是正確答案，還有江行舟這個人。顧家可以改名字，可以改志願，可以改系統分數，可他們改不了江行舟12年寫下來的習慣。沈砚秋看向牆上的時間線。下一步查什麼？調監控。縣裡說監控正常封存。他們說的正常已經不可信。江行舟所在考場關鍵時段監控缺失10分鐘。有人開始刪痕跡了。清河縣一家普通賓館內，窗簾拉着，桌上鋪着江行舟和顧明川2人的檔案，左邊是江行舟3年成績、競賽記錄、科技營檔案，右邊是顧明川的高考成績、錄取材料和學校喜報。調查一個頂替案，不能只看誰哭得慘，也不能只看誰站在領獎台上，真正的複合要從原始鏈條往回查，考場簽到、答題卡編號、掃描記錄、成績綁定、志願修改、投檔材料，每一環都像一顆螺絲，只要有一顆被人動過，整條鏈就會發出不正常的聲音。複合員把時間線投在牆上，江行舟查到742的時間是晚上0點03分，系統變成423是0點11分，學校發布顧明川742喜報是0點26分，江行舟志願被改是凌晨3點17分。太急了。什麼太急？他們急着把顧明川推成狀元，越急越說明原始流程沒來得及補乾淨。沈砚秋沒有第一時間通知學校，他先帶人去了江行舟高考所在的考場樓，樓道裡還貼着考試期間的封條殘痕，監控攝像頭安在走廊盡頭，正對考場入口。高考考場不是普通教室，誰進出、誰交卷、誰異常停留，都應該有記錄。如果成績被換，答題卡不可能憑空長腿，一定有人在掃描、綁定、上傳或志願投檔某個環節動過手，而考場監控是確認原始答題卡歸屬的第一道鎖。縣裡上報說監控正常封存，但剛才省招辦回傳，江行舟考场有10分鐘缺失。缺失的10分鐘，正好覆蓋收卷後的答題卡整理時間，這不是巧合。沈砚秋看向攝像頭，他拍下攝像頭編號，又記錄封存櫃位置，沒有驚動校方，因為他知道，一旦顧家知道複合組已經進縣城
剩下的痕迹會被抹得更快。下午，沈砚秋終於來到江家。江母一開始以為又是學校的人，緊張得不敢開門。江行舟站在門後，我是國防大復合組的。聽見國防大復合組幾個字，才慢慢打開門。這是江行舟第一次見到沈砚秋，他沒有穿制服，也沒有帶很多人，可他手裡那只黑色文件包讓江行舟莫名安心，因為裡面裝的不是同情，是程序，是證據，是顧成海最怕的東西。沈砚秋拿出證件，江行舟同學，從現在開始，你和你母親的所有談話、簽字、申訴都要留痕。任何人要求你私下和解，不要答應；任何文件不要單獨簽。老師，我兒子真不是423，对不对？沈砚秋沒有立刻給結論，他只是認真看着江母。阿姨，我們正在查，但目前已經發現多處異常，請你們撐住。江母捂住嘴，哭了。這些天，所有人都讓他認命，只有眼前這個人告訴他撐住。夜裡，縣教育局檔案室燈還亮着，顧成海站在電腦前，臉色陰沉。省招辦突然要求複查底層志願登錄記錄。誰申請的？沒寫明，只說特殊副科。顧成海眼神一變，他終於感覺到事情好像脫離了縣裡的掌控。顧成海最怕的不是江行舟喊冤，一個學生喊破喉嚨，他也能壓。把考場監控再核一遍，所有能刪的全部清掉。已經刪過一次了，再刪就真像有人動手腳了。現在不刪，等他們查到你頭上嗎？第二天，沈砚秋以國防大復合組名義進入縣一中。程立輝這才知道，他不是普通家長找來的幫手，他的笑容僵在臉上，卻還是硬着頭皮接待。校長程立輝終於慌了，因為國防大3個字和普通高校不一樣。普通高校可以說錄取已經結束，可以說系統顯示有效，可以說家長不懂流程，可國防大復合看的是人才檔案，一旦他們認定檔案異常，縣一中的狀元喜報就會變成笑話。沈老師，江行舟同學情緒一直不太穩定，我們學校也很同情他，但成績以官方系統為準。我今天不是來聽評價的。調監控。程立輝強笑，沈砚秋看也沒看他。監控室裡，技術員手指發抖。他打開江行舟考場當天視頻，前面正常，學生進場正常，考試過程正常。收卷後，畫面突然跳了一段，時間缺失14、57、15.07分。沈砚秋眼神冷了下來。可能是設備故障。高考那幾天設備壓力大，偶爾丟分也正常。設備故障是最常見的借口，聽起來合理，也很難讓普通家長反駁。可沈砚秋不是普通家長，他要的不是解釋，是日誌。調維護記錄。技術員臉色更白。調硬盤讀寫日記。調內10分鐘的備份索引。這可能需要局裡授權。沈砚秋拿出文件。省招辦授權。國防大特殊人才複核授權。現在調。程立輝額頭開始冒汗，他想給顧成海發消息，沈砚秋卻像提前看穿，淡淡補了一句：從現在開始，監控室所有人手機放桌上，誰也不准對外聯繫。底層日誌被調出，缺失10分鐘，不是自然斷電，不是攝像頭損壞，而是在成績公布前後，有管理員賬號手動進入監控存儲系統，刪除並覆蓋了該時段視頻。真正的謊言最怕技術細節，設備故障會留下故障記錄。沈老師，刪除賬號是縣教育服務中心管理員賬號，操作時間成績公布後40分鐘。這不可能，一定是系統被盜用了。系統被誰盜用？繼續查。但現在可以確認，監控不是故障。停電會有供電波動，硬盤損壞會出現壞道，是人為刪除。顧家書房裡，顧成海臉色鐵青，顧明川急得來回走，顧成海猛地拍桌：爸，他們是不是查到我了？通知書都到了，不會還要收回去吧？慌什麼？顧成海嘴上讓兒子別慌，
可他自己比誰都清楚，监控刪除一旦被做实，就不是学生查錯分，是有人在高考材料流转中动了手脚。这件事已经从学校风波变成了招生安全事故。他们查答题卡就让他们查，答题卡上没有名字，只要证明不了是江行舟写的，就还有转换。明天让你去学校接受学术采访，你提前背一下高考卷答案，他们问什么你照着说。可我连最后一题题干都记不住。那就背到记住。顾明川脸色一白，顾城海盯着他。状元是要会演的。笔记比对室里，江行舟的高3笔记竞赛草稿。本次高考原始答题卡被并排投影，屏幕被分成3栏，左邊是江行舟競賽筆記，中間是他高考後復盤，右邊是那張被綁定到顧明川名下的高分答題卡。筆記不是簡單的看字像不像，真正的筆記鑑定看的是用力習慣、起筆角度、收筆方向、行距傾向、公式排布。尤其是理科答題卡，很多痕跡藏在演算中，一個人寫到緊張處會不會壓筆，寫到關鍵步驟會不會留空，這些細節比姓名欄更誠實。筆記專家放大數學最後一題，複合圓又放大物理大題。江行舟喜歡把中間量用方框框住，顧明川平時則習慣畫橫線。這裡的 X 收筆上條。江行舟3年筆記裡，同類符號出現176次，形態高度一致。顧明川作業裡沒有這種習慣。結論呢？初步判斷，高分答題卡書寫人與江行舟高度一致，與顧明川明顯不一致。複核組把初步比對結果帶到顯一中，顧城海坐在桌邊，仍然保持鎮定。顧明川卻明顯坐立不安，原始答題卡上的字跡開始指向江行舟，他正在從紙面上回到真正的主人身邊。顧城海冷聲：筆記相似不能說明問題，學生之間互相借筆記、模仿解法很常見。沈硯秋看向顧明川，顧明川愣住。顧同學，你平時會用小三角表示萬元嗎？顧明川愣住。我偶爾會。你提交過的3年作業裡，一次也沒有。江行舟出現過400多次。顧明川臉色一白。學生考試時臨場發揮，寫法變化也正常，那就不只看一個符號。沈硯秋平靜翻頁。那就不只看一個符號。我們看全卷。沈硯秋將數學、物理、化學3科高分答題卡全部投出，每一科都標出江行舟特有的解題習慣，一處相似可以說巧合，2處相似可以說模仿。書寫習慣和演算節奏都指向同一個人時，巧合就不再是巧合。顧局，我們現在不是在判斷誰平時成績好，我們是在判斷這張答題卡到底是誰寫的。從目前證據看，它和江行舟高度關聯，和顧明川不關聯。你憑什麼這麼說？我就是高考發揮好。那是一隻手寫出來的，也是一個腦子算出來的。沈硯秋聲音不高，卻很有壓迫感。那明天複查組會安排你做一次答題複述。夜裡，江行舟站在操場邊，看着遠處禮堂。他們說複核組在查筆記。江行舟，你是不是早就有把握？林曼的聲音裡第一次沒有責備，只有不安。現在證據開始回頭打他的臉，江行舟沒有看他。林曼低聲，江行舟打斷他：我只是知道那張卷子是我寫的。如果真的是你，我……等真相出來再說吧。遠處辦公室燈亮着，顧明川正在一遍遍背答案。翻到最後一道數學題時，他盯着解析，滿頭冷汗。這一步為什麼能這麼換？我怎麼知道啊？錄播教室被布置成狀元訪談現場，陳立會想把這場測試包裝成宣傳活動。顧明川坐在鏡頭前，臉色卻比平時白了許多。顧同學，聽說你數學最後一題幾乎滿分，能不能給大家講講當時的思路？
這題主要考察函數和數列結合，首先進行換元，然后構造部等式。沈砚秋坐在鏡頭外，他沒有阻止錄製，再進行分類討論。你為什麼在第二步換元？因為他知道，真正會的人不怕鏡頭，不會的人鏡頭越多越容易慌。顧銘川笑容僵住。沈砚秋把原始答題卡上的第二步放大，那裡有一個小三角符號。江行舟的復盤本裡，這個符號代表此處換元。顧銘川昨晚只背了解析，沒有背這個符號的來源。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顧銘川吞嚥了一下，就是提醒自己注意。注意什麼？注意換元。為什麼不用常規換元，而是先構造這個中間量？顧銘川卡住，他的眼神開始飄，額頭滲出細汗。記者也察覺不對，真正做過題的人，哪怕忘了答案，也能講出當時為什麼這麼走。當時考試太緊張了，具體過程記不太清。因為思路是自己推出來的，可背答案的人只能背結論，一旦被問為什麼，就會露餡。你剛才說心態穩定是高考成功秘訣。沈砚秋繼續換題，物理壓軸題，化學實驗推斷，每一道都不是問最終答案，而是問關鍵轉折。如果他只是普通學生，這些錯誤不奇怪。可他是742分現狀元，是學校宣傳裡的理科天才。學生考後緊張，回憶不完整也正常，不能因為講題卡頓就否定成績。當然不能只憑講題否定成績，所以我們還要請江行舟複述同樣的題。顧銘川立刻站起來，憑什麼？憑什麼？他一個423分的學生，憑什麼跟我講一樣的題？因為我們懷疑這些題本來就是他答的。顧銘川回到家後徹底崩潰，他把解析書摔在地上。我講不出來。他們明天讓江行舟講，他要是講出來怎麼辦？顧成海臉色陰沉，他第一次真正感覺到兒子扶不上牆。你能偷走一個分數，偷不走那個分數背後的能力。爸，要不算了吧，我不当状元了，通知書我也不要了。现在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事情弄到这一步，退就是认罪。顧成海臉色陰沉，顧成海第一次真正感覺到兒子扶不上牆。明天江行舟不能順利復題。你要做什麼？讓他進不了教室。或者讓他講不出來。顧成海低聲。顧銘川臉色發白。復題當天早上，江行舟準備出門，江母給他塞了2個雞蛋，可門剛打開，幾個陌生男人堵在門口。為首的人拿着一份所謂治安協查通知，顧成海動手了，不是直接幫人，那太明顯，他要用最熟悉的方式讓江行舟因為配合調查遲到。江行舟，你涉嫌擾亂學校秩序，跟我們走一趟。陌生男人冷聲。今天不是要復合嗎？你們不能現在帶他走。復合重要還是配合調查重要？男人不耐煩，江行舟看着那張通知，發現上面沒有正式編號，印章模糊，時間也沒寫清楚。這是假的。江行舟冷聲。陌生男人臉色一變。就在這時，一輛車停在巷口，沈砚秋下車，身後跟着沈招辦和紀檢人員。誰讓你們帶人的？幾個男人臉色瞬間白了。江行舟準時到場，顧銘川坐在旁邊，臉色難看。程立輝強裝鎮定，林曼也在後排，他第一次不敢直視江行舟。現在原始答題卡就在屏幕上，他只需要證明一件事，這張卷子是他寫的。江行舟同學，先講這道。沈砚秋把數學最後一題投出，江行舟沒有急着說答案，他從題幹條件開始拆，
為什麼第一步不能直接放縮？為什麼要先構造中間量？為什麼小三角符號標在第二行？為什麼第三步省略了一個常規推導？他的語速不快，但每一步都清楚，不是被標準解析，而是再重新走一遍自己當時的思路。數學講完，沈砚秋換物理。江行舟立刻指出，這題最容易錯在受力方向，而顧銘川昨天正好把這裡講反。現在他有機會把被偷走的思考全部講出來。再換化學，江行舟直接說出實驗現象為什麼不能選另一個答案。不是背的，他在复现思路。答题卡省略的中间步骤还能补出来，这说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写。林曼坐在后排，眼眶发红。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曾經口口聲聲說江行舟輸不起是多麼荒唐。這只能說明江行舟後期研究過這些題。沈砚秋打斷他，江行舟的復盤本記錄時間是高考當晚。顧銘川昨晚背過解析，今天仍然講不清。陳校長，你還要繼續說這巧合嗎？陳立輝閉嘴，他的手開始抖。復題結束，江行舟放下筆，白板上滿是推導。江行舟同學，你可以回去休息了。江行舟點頭。剩下的交給我們。他轉身離開前，顧銘川突然站起來。就算你會講題又怎樣？系統裡成績還是我的，通知書也是我的。顧銘川，你現在還覺得那是你的通知書嗎？沈砚秋低頭，在複核報告上寫下結論：江行舟現場復題能力與高分答題卡高度匹配。複核員快步進來，遞上一份新資料。沈老師，顧成海剛剛提交了一份政審材料，說江行舟父親存在重大污點，不符合國防大報考條件。江行舟腳步一停，沈砚秋的臉色徹底冷下。他們敢動烈士檔案！復題結束後，會議室裡一片死寂。顧銘川講不清自己的滿分題，江行舟卻能把關鍵步驟完整複現。程立輝臉色慘白，額頭汗珠不斷往下滾。程立輝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再是學校能壓住的學生鬧分，筆記對上了，解題習慣對上了，志願異常對上了，監控還被人為刪除。這幾條線連在一起，已經足夠把縣一中的狀元喜報變成醜聞。而校長最擅長的，從來不是認錯，是甩鍋。陳立輝看向班主任，當初江行舟志願填報是不是你幫他審核的？班主任臉色一白，校長，是學校統一組織填報，我只是提醒過學生確認。那就寫成學生自行確認失誤。成績異常，先說系統顯示延遲；監控缺失，就說設備故障。班主任慌了。可沈老師已經查到底層日誌了。顧成海坐在旁邊，臉色陰沉。他沒有罵陳立輝，因為他知道陳立輝現在不是在幫他，是在保自己。別亂寫，現在每一個字都可能變成證據。沈砚秋帶人進入校長辦公室，他沒有寒暄，直接把封存清單放到。從現在起，縣一中本屆高考相關材料全部封存，包括成績喜報審批表、志願填報確認表、班級群通知、監控維護記錄、學生檔案評價。陳立輝強裝鎮定。沈老師，這是不是太嚴重了？目前只是個別考生提出疑問，學校也在配合。配合兩個字說得很漂亮，可沈砚秋已經見過江母跪在校門口，聽過會議室裡的威脅錄音，查到監控被刪，也看見陳立輝試圖把江行舟定性成心理異常。所謂配合，不過是事情敗露後想給自己換個體面說法。沈砚秋看着他，你們不是在配合，你們是在拖延。陳立輝臉色難看。沈砚秋繼續。另外，江行舟檔案裡的情緒不穩定、擾亂秩序、建議心理輔導3項評價是誰添加的？陳立輝呼吸一滯。這是班主任綜合判斷。添加時間是江行舟拒簽放棄申訴中作書之後17分鐘。你確定這是正常綜合判斷？陳立輝徹底說不出話。夜裡，班主任坐在檔案室裡，面前擺着江行舟3年的成績檔案，每一頁都證明江行舟是縣一中真正的尖子生，模擬考第一，競賽獲獎，國防大科技營推薦。而顧銘川的檔案直到高考前都只是在500出頭徘徊。班主任不是完全不知道真相，他只是怕得罪校長，怕得罪顧成海，怕學校今年的升學榮譽變成笑話，怕自己3年的班主任評價受到牽連，所以他選擇沉默。可沉默一旦被調查照亮，就不再是中立，而是幫兇。程立輝走進來，把江行舟那幾次模擬考原始排名表拿出來，該補碩士的補碩士，就說他高考前心理波動明顯。班主任終於抬頭，校長，他沒有，他高考前狀態一直很穩。你現在說這個有用嗎？
難道你想讓整個學校陪他翻案？班主任聲音發抖。如果真是他的成績，程立輝打斷。沒有如果。傅和元把新調出的檔案評價時間線遞給沈硯秋，沈硯秋一頁頁翻看，眼神越來越冷。他們不僅偷了江行舟的成績，還想偷走他的信譽。一個成績異常的考生，只要檔案裡被寫上心理失衡、偽造截圖、擾亂秩序，哪怕以後翻案也會被反覆質疑。這是比改分更陰的手段，因為他要毀掉一個人的清白。沈老師，校長那邊像是在準備把責任推給班主任，顧成海那邊也有新動作。什麼動作？傅和元把一份政审補充材料放到桌上，江行舟父親江衛國疑似存在歷史問題。沈硯秋眉頭一皺。材料來源：清河縣教育局。沈硯秋放下文件。他們想從政审斷江行舟的路，那就查江衛國，一查到底。顧成海坐在辦公桌後，面前放着一份剛打印出來的政审材料。材料裡寫着，江行舟父親江衛國當年執行任務中疑似危機檔案存疑，不宜作為國防類院校政審加分依據。顧成海已經沒有多少牌了，成績線開始被答題卡咬住，志願線底層日誌沒刪乾淨，監控線人工刪除已經坐實。顧銘川自己又講不出那張高分卷子的思路，所以他只能換一條更狠的路。政審，只要江行舟父親檔案有污點，國防大就算懷疑成績，也會謹慎錄取。這一步陰毒至極。工作人員小心開口。顧局，江衛國是烈士，這樣寫會不會出事？烈士檔案又不是不能有爭議，我們只寫疑似、待核。國防大最怕政審風險，只要他們不敢錄江行舟就夠了。工作人員低頭，不敢再說。顧成海把文件裝進檔案袋，送過去，越快越好。好。沈硯秋親自來到江家，他沒有隱瞞，把沈硯秋的事告訴江行舟。鄭州沈硯。江母聽完，臉色瞬間白了。不可能，衛國是為了救邊境巡邏隊犧牲的，他怎麼會有污點？江母可以忍別人罵他，可以忍攤位被砸，也可以忍旁人說江行舟查錯分，可她不能忍丈夫被污衊。江衛國活着時話不多，每次回來探親，身上總有曬傷和舊疤。犧牲後，家裡只剩一枚軍功章和一張烈士證明，那是江家最乾淨也最重的。沈老師，這份材料屬實嗎？目前看出處沒問題，但進入內部核驗流程後，就得仔細核實。核實就核實，我父親經得起核驗，但偽造的人也別想跑。操場上，顧銘川又恢復了一點底氣。他聽父親說，國防大最重政審，只要江行舟父親檔案有問題，江行舟就算證明成績，也別想進國防大。顧銘川故意走到江行舟面前，聽說你爸檔案有問題，江行舟，你不是要報國防大嗎？政審過不了，成績再高也沒用吧？雷曼站在旁邊，臉色微變，他已經開始懷疑顧銘川，卻仍然沒想到他能說出這種話。顧銘川，你可以偷我的成績，可以拿我的分數去領獎，但你不該拿我父親說事。怎麼，急了？我父親守過的邊境，你這種人連地圖上在哪都不知道。顧銘川臉色一沉，等檔案查清楚，你會知道污衊烈士清白是什麼後果。這位同學都安靜了。顧銘川第一次在江行舟面前感到心虛。夜裡，沈硯秋把江衛國相關材料全部調出，普通地方檔案裡確實多了一條待核備註，可國防系統內部烈士檔案顯示權限更高，需要專門調取。顧成還以為地方能加一條備註就能污染江衛國的檔案，可他忘了，真正的烈士檔案不只存在縣裡，邊防部隊有記錄，軍工審核有記錄，任務經過有記錄，撫恤發放有記錄，甚至犧牲現場的行動報告也有原始編號。這些不是一個縣教育局副局長能隨便改的。沈老師，內部權限申請已經通過，江衛國烈士檔案10分鐘後回傳。沈硯秋點頭，他看着窗外的清河縣夜色，聲音很。顧成海這一步走錯了。電腦屏幕亮起，一份紅色封存檔案彈出。江衛國，邊防烈士，2等功1次，3等功2次，犧牲原因掩護戰友撤離，主動阻擊。傅和元倒吸一口冷氣。通知紀檢，有人偽造烈士家屬政審材料。沈硯秋把江行舟和江母請到臨時辦公室，桌上放着江衛國的烈士檔案複印件。江母剛看到封面，眼淚就掉了下來，那是他多年不敢細看的東西。
江衛國犧牲時，江行舟還小，他只知道父親是軍人，知道父親走得突然，知道母親每年清明都會對着軍功章掉眼淚，可他不知道父親最後一次任務到底發生了什麼。今天，這份檔案終於被完整擺在他面前。江衛國同志犧牲前，所在巡邏隊遭遇突發險情，他主動留下阻擊，為其他隊員撤離爭取時間。檔案記錄清楚，不存在任何違紀問題。江木捂住嘴，哭得說不出話。我爸是為了別人活下去才留下的。沈硯秋點頭。是。江行舟閉上眼，他忽然明白，自己想去國防大，不只是為了翻案，也是為了離父親曾走過的路近一點。縣教育局會議室裡，紀檢人員正式進場，顧成海還想保持鎮定，直到沈硯秋把江衛國真實烈士檔案和那份偽造政審備註同時擺到桌上。偽造普通學生評價已經嚴重，偽造高考志願更嚴重，而偽造烈士家屬政審材料是顧成海真正踢到鐵板的一步，因為這不再只是教育系統內部問題，他觸碰的是烈士名譽，是國防招生政審，是國家檔案安全。顧成海同志，請解釋這份疑似違紀材料來源。這是下級匯總材料，我只是轉交，具體真實性我並不清楚。材料提交賬號是你的辦公室内網，掃描設備是你辦公室編號，提交時間是昨晚21點37分。你說你不清楚？顧成海臉色一點點灰下去。從現在起，請你配合調查。江衛國烈士檔案被核實的消息在學校裡傳開，同學們開始低聲議論。前幾天還說江行舟靠烈士子女身份賣慘的人，現在全都不敢出聲。輿論就是這樣。前一天他們相信顧家的紅榜，相信學校的通報，相信江行舟心理異常。今天他們又開始說，原來江行舟父親真是英雄。可對江行舟來說，遲來的議論沒有意義，他要的從來不是同情，是事實。江衛國叔叔的檔案，你是不是早知道是假？我怎麼知道？那是我爸的事儿。顧明川，你們到底還做了什麼？林曼，你现在裝什麼正義？江行舟被罵的時候，你不是也站在我這邊？林曼臉色一白，這句話刺中了他，他確實沒有資格立刻把自己摘乾淨。你爸如果知道你想去國防大，一定會高興。媽，以前我想考出去是想讓你過好日子，現在我還想做點別的。我想知道爸守住的東西到底是什麼，也想變成像他那樣的人。這一刻，國防大對江行舟來說已經不只是犯案工具，不是打臉顧明川的籌碼，也不是證明自己742分的獎杯，它成了父親留下的一條路，一條從舊居民樓走向更遠處的路。手機忽然響起，沈硯秋發來消息，江衛國烈士檔案已核實，政審污點材料認定為偽造，成績歸屬最終複核即將啟動。江行舟握緊軍功章。爸，我一定把屬於我的分數拿回來。縣一中辦公室裡，老師們圍着電腦，省招辦發來最新通知，清河縣本屆部分考生錄取數據暫緩確認，其中涉及顧明川、江行舟以及相關檔案流轉人員，因特殊複核需要，相關錄取名單延遲公布。延遲公布4個字看似平淡，可對縣一中來說像一盆冷水澆下來。顧明川的狀元通知書已經拿到，喜報已經貼出，採訪已經播了，獎學金已經發了。現在上級一句延遲確認，等於告訴所有人，這件事還沒定。程立輝盯着通知，臉色慘白。校長，是不是真的要翻案了？程立輝怒道：閉嘴！可他自己也知道，罵人已經沒用了。沈硯秋封存了檔案，紀檢進了教育局，國防大還在往下查，這已經不是他能控制的局面。前幾天顧明川的名字還像金字招牌一樣掛在學校最顯眼的位置，現在同樣的位置開始變成質疑的中心。有人偷偷拍照，有人低聲討論，有人第一次問，如果顧明川真沒問題，為什麼要延遲確認？聽說是國防大在查，江行舟是不是報了國防大？不可能吧，423怎麼報國防大？可如果他不是423呢？顧明川站在人群後，臉色難看。他聽見如果他不是423這句話，心裡像被針扎。顧明川，你現在還敢說成績是你的嗎？通知書在我手裡，他們查來查去也只是延遲，又没撤我的錄取。你怕了？顧明川表情一僵，他確實怕了，怕江行舟真被查成742，怕自己從現狀元變成頂替犯，更怕父親保不住他。沈硯秋匯報目前證據，答題卡編號交叉綁定，筆記與解法路徑高度吻合，志願登錄異常，監控人為刪除，招生領導陳深。江行舟本人狀態如何？穩定，情緒克制，證據意識強，現場複題能力達到高分考生水平，科技營檔案評價優秀，
政審呢？父親江衛國檔案已核實，无污點，偽造材料移交纪檢。進入擬錄取評估，但在成績歸屬最終確認前，暫不公開。江家小屋裡，江木正在收拾舊課本，他忽然發現江行舟3年前寫過一張紙，上面是他的目標院校列表，第一行就是國防大。行舟，原來你這麼早就想好了。那時候只是覺得離爸近一點。手機響起，沈砚秋發來簡短消息，保持手機暢通。國防大將進行最後一輪擬錄取評估。江木看不懂擬錄取評估是什麼意思，可他看見兒子眼神變了，那是一種終於看見門縫裡透出光的眼神。江行舟輕聲：“媽，他們快查到最後了。”沈砚秋把江行舟單獨叫到臨時辦公室，他遞給他一份加蓋內部章的文件。江行舟雙手接過，指尖微微發顫。國防大特殊人才擬錄取評估意見，考生江行舟，狀態擬錄取，待成績歸屬最終確認。擬錄取不是正式錄取，但對江行舟來說已經足夠重。這說明國防大沒有因為地方系統裡的423放棄他，沒有因為顧家偽造的政審污點否定他，也沒有因為學校給他貼上的心理異常標籤繞開他。他們查了證據，也看見了他這個人。這份文件暫時不能公開，最終成績歸屬還需要省考試院確認，你要繼續保持沉默。我明白。委屈嗎？委屈，但現在公開只會讓他們提前準備說辭。我等。沈砚秋眼裡閃過一絲讚許，他見過很多優秀學生，但像江行舟這樣被踩到泥裡還能冷靜等證據的人很少。江行舟回到家，把擬錄取的事告訴母親。江木一開始沒反應過來，直到江行舟解釋國防大已經願意等最終成績確認，他才忽然捂住嘴哭了。行舟，你真的能去國防大？但他沒有放棄我。這句話讓江木哭得更厲害。這些天他聽到太多認命，太多別鬧，太多你兒子就是423，他跪過，求過，被罵過訛學校。現在終於有人沒有放棄他兒子，不是因為同情，是因為證據。江木抱住江行舟，江行舟沒有把文件拿出來炫耀，他只是把他和父親軍功章放在一起，一個是父親走過的路，一個是他即將走上的路。顧家客廳裡氣氛壓抑，顧銘川坐在沙發上。越是這個時候越不能縮，宴席照辦，全縣都請，讓他們看看銘川還是狀元。媽，現在辦會不會太冒險？哼，怕什麼？通知書還在你手裡，江行舟要是真能翻，早翻了。顧母不懂底層日誌，不懂答題卡編號，也不懂國防大複合，他只懂一個道理：聲勢越大，別人越不敢懷疑。只要顧家把升學宴辦得足夠隆重，把領導、親戚、媒體都請來，顧銘川的狀元身份就像又被蓋上一層章。顧成海走進來，臉色很沉。辦，不僅要辦，還要大辦，讓所有人都知道顧銘川已經被京華理工錄取。他們就算查，也得考慮影響。顧銘川點頭，卻依然不安。他不知道自己手裡的通知書已經成了最後的遮羞布。夜裡，江行舟坐在桌前，擬錄取文件被他鎖進鐵盒。他沒有告訴同學，沒有告訴林曼，也沒有去學校打臉顧銘川。他只是繼續整理證據。真正的反擊不一定要吼出來。江行舟現在有擬錄取，有筆跡證據，有解題複現，有志願異常，有監控刪除，有烈士檔案反噬。可他還差最後一步，成績歸屬最終確認。只有那一步落下，742分才會正式回到他名下。也只有那一步落下，顧銘川才會從現狀元變成頂替者。手機響起，沈砚秋打來電話。顧家後天辦升學宴，他們請了縣裡不少人，你要不要避開？不必，他們拿我的成績辦宴席，我總要去看看。好。沈老師，那天可以公開了嗎？看省考試演最終結論，如果結論下來，我們當場公開。清河县大酒店門口，紅毯鋪得很長，橫幅掛滿大廳，最顯眼的位置寫着熱烈祝賀顧銘川同學考取京華理工大學。顧家的升學宴辦得比婚宴還隆重，縣裡有頭有臉的人來了，學校領導來了，親戚朋友來了，甚至還有本地媒體。顧成還要的不是吃飯，他要的是蓋章，讓所有人用掌聲、酒杯和合影替顧銘川的現狀元身份再蓋一次章。顧銘川穿着西裝，胸口別着紅花，他站在父親身旁，努力裝出從容，可手指一直不安地摩挲着通知書外殼。這些天他過得並不踏實。
附題時講不出思路，筆記對不上，監控被查出，人未刪除，父親偽造烈士政審材料也被紀檢盯上。可只要今天這場宴席辦完，顧銘川就還能騙自己，也許事情會過去，也許通知書還在，也許他依舊是顧家人人羨慕的狀元。大家吃好喝好。我們銘川能有今天，多虧學校和顧局栽培。顧母笑着招呼賓客，程立輝站在一旁，笑得很僵。他已經不想來，可他又不敢不來，因為只要顧家不倒，他就還得跟着演。江木也來了，他穿着洗得發白的衣服，手裡攥着江行舟給他準備的外套。門口迎賓一看見他，立刻擋住。阿姨，今天是顧家的私宴，沒有請柬不能進。江木低聲，我不吃飯，我就想看看他們拿我兒子的成績辦什麼宴。江木不是来鬧的，他只是想親眼看一眼，看顧家如何拿着江行舟的742份敬酒，看那個曾經踩着他兒子羞辱他攤位的人怎樣在眾人面前裝成天之驕子。他知道自己不體面，可他不能不來。顧母聽見聲音走出來，他上下打量江木，嘴角一撇，你還真敢來，你兒子423分，來我們銘川的升學宴沾習氣嗎？周圍賓客低聲笑，江木臉色發白，卻沒有退。那742不是你兒子的。顧母冷笑，江木眼眶紅了。通知書在我們手裡，宴席也在我們顧家辦，不是我兒子的，難道是你家擺攤兒子的？這時江行舟從街角走來，站到母親身邊。媽，進去。顧母臉色一沉，誰讓你進來的？江行舟看向大廳裡那張巨大的狀元海報。我的成績在裡面，我為什麼不能進？江行舟扶着母親走進大廳，不少人回頭看他，有人驚訝，有人嘲笑，有人小聲議論他還沒死心。這場宴席本來是顧家給自己造勢的地方，江行舟一出現，氣氛立刻變了，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幾天清河縣最大的風波就是這兩個名字：顧銘川742分縣狀元，江行舟423分申訴者，一個站在台上，一個被踩進泥裡。可現在那個泥裡的人來了。林曼坐在角落，看到江行舟，眼神一顫。他想起自己說過的話，如今這些字像針一樣扎回來。顧銘川走到江行舟面前，強裝鎮定：“江行舟，你非要在我的升學宴上搞我什麼？”江行舟看了一眼他胸口的紅花，顧銘川冷笑：“江行舟，你真不嫌丟人？我升學宴，你來幹什麼？來等一個結果。結果就是我上清華理工，你復讀。希望你等會兒還能這麼說。”顧城還站上主台，舉起酒杯，大屏幕切到顧銘川高考成績和錄取通知書照片，掌聲響起。江木握緊江行舟的手，顧家把聲勢推到了最高點。他們以為只要聲音夠大，真相就會被蓋住。可江行舟知道，越高的台塌下來時聲音越響。他只需要等省考試院最終結論落下，等國防大複合組進場，等這場假狀元升學宴變成公開清算現場。江行舟手機震動，沈砚秋發來消息，最終結論已送達，按計劃進場。酒店外，幾輛掛着特殊通行證的黑色公務車緩緩停下，車門打開，沈砚秋帶隊下車。宴席正式開始，顧城還站在台上，聲音洪亮：“感謝各位來賓百忙之中來參加犬子銘川的升學宴。”他感謝學校，感謝教育系統，感謝親友支持，每一句話都把顧銘川的狀元身份說得板上釘釘。能有今天是清河縣教育的驕傲，也是我們顧家多年培養的結果。顧城還在賭復合沒有這麼快，賭省裡不敢在大庭廣眾下撕開口子，賭國防大顧忌影響不會當場公開。他以為只要這杯酒敬完，只要媒體拍完，顧銘川的錄取就又多了一層社會認定，到時候再翻案，誰都要掂量後果。顧城還舉杯，台下掌聲響起。顧銘川站在旁邊，臉色卻並不輕鬆。他一直看向大廳門口，因為江行舟那句“等會兒”一直在他腦子裡繞。假東西最怕等，真成績可以等複核，真答題卡可以等鑑定，真烈士檔案也可以等調取。可假的狀元身份，每多等1分鐘，心就虛1分。酒店門口，沈砚秋帶隊抵達，他身後有省考試院工作人員，也有紀檢人員，幾人穿着簡潔，卻氣場極強。酒店經理趕出來迎接，一看陣節，臉色立刻變了。迎賓向來，今天是顧家的私人宴席，沒有請柬。
沈砚秋直接亮阵，迎宾瞬间闭嘴。国防大招生复核组，省考试院联合复查，纪检协同調查。酒店經理連忙讓路，這不是普通賓客，不是來祝賀的領導，更不是顧家能用紅包和關係打發的人。這三組人一起出現，意味着事情已經從學生申訴升級成了成績檔案異常複核和人員責任調查。顧家的升學宴從這一刻開始變了性質。沈砚秋看向宴會廳方向，宴會廳大門被推開，沈砚秋帶人走進來。台上的顧成海話說到一半，聲音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回頭，大廳裡瞬間安靜。顧木皺眉：“你們是誰？這是我們顧家的升學宴。”沈砚秋平靜開口：“我們知道，所以才來。”顧成海強裝鎮定，從台上走下來。沈老師，複核工作可以去辦公室談。今天是犬子的喜事，不適合在這裡處理公務吧？顧成海還想把事情挪走，只要離開大廳，離開媒體和賓客，他就還有操作空間。可沈砚秋這一次沒有給他空間。沈砚秋看着顧成海：“顧局，是你們把有爭議的錄取結果公開辦成升學宴，現在說不適合，晚了。”陳立輝站在一旁，臉色慘白。他知道沈砚秋不是來談的，是來宣布的。沈砚秋走到舞台中央，省考試院工作人員打開文件夾，紀檢人員站在兩側。顧銘川下意識後退半步。顧銘川終於怕了。前幾天他怕附題，怕筆記，怕答題卡，怕父親保不住他。可那些怕都藏在暗處。現在他的害怕站到了所有人面前。他胸前還別着紅花，身後大屏幕還放着他的742分。沈砚秋拿起話筒：“各位來賓，打擾了。今天我們不是來祝賀，是來更正一項嚴重異常的高考成績與錄取檔案問題。顧銘川同學，你胸前這朵紅花現在還不能戴。”宴會廳裡一片嘩然，有人站起來，有人拿出手機，有人低聲問：“什麼叫成績檔案異常？”顧成海快步上前，壓低聲音：“沈老師，這種話不能亂說，孩子們還小，影響很大。”顧局，影響大的不是我們說出來，是有人做了。顧成海一直以為江行舟只是一個沒有背景的寒門學生，母親擺早餐攤，父親早亡，學校能壓，檔案能改，志願能刪。可他不知道，江行舟在國防大系統裡早就不是一張普通成績單，他是科技營觀察名單裡的重點學生，是烈士子女，是國防科研前置人才。江行舟，國防大青少年科技營優秀結營學生，無人機群控算法項目第一，體能合格，政政史初篩通過，高考預計分數區間720至750。複核員揭露大屏，一條證據時間線被投出，江行舟查到742的截圖，系統變423的時間。顧銘川742喜報發布時間，凌晨3點志願被修改，監控人工刪除日誌，答題卡編號交叉綁定，每一個節點都在證明同一件事。顧銘川手裡的742分來路不乾淨，而江行舟所謂的423分不符合他的長期成績，也不符合原始答題卡歸屬。賓客們看得臉色變了，剛才還端着酒杯祝賀的人，現在紛紛放下杯子，有人偷偷往後退，有人低聲罵：“這不是造孽嗎？”假的，這些都是假的！我兒子通知書都到了。通知書到了，不代表投到材料沒有問題。如果投到成績來源異常，錄取資格可以更正。他終於聽懂了，通知書不是護身符。顧銘川猛地站出來：“就算江行舟參加過什麼科技營又怎麼樣？高考分數寫的是我的名字，你們不能因為他會講題就說我頂替。”顧銘川同學，你真是高3 5次聯考均在500至530之間，現場附題無法解釋高分答題卡關鍵步驟，3年作業與高分答題卡筆記習慣明顯不符。你現在仍堅持那張742分答題卡是你寫的嗎？江行舟站在台下，目光很穩。顧銘川張了張嘴，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顧銘川臉色灰白，他後退了一步。顧銘川，你可以當着大家的面再講一遍數學最後一題。顧成海終於忍不住：“沈老師，沈老師，你們這是誘導！沒有最終成績結論前，你們不能公開羞辱一個考生。”沈砚秋看着他，最終結論已經到了。全場瞬間死寂。顧家的升學宴終於等來了真正的主角，不是通知書，不是紅榜，不是縣狀元採訪，
而是原始成績歸屬。誰的答題卡，誰的分數，誰偷了誰的人生，都要在這一刻揭開。沈砚秋拆開文件。現在我們公布最終複核結果。沈砚秋打開最終複核文件，大廳裡所有聲音都停了。經省考試院國防大招生複核組聯合核驗，原綁定顧銘川名下的742分高考成績，實際對應考生為江行舟。顧銘川臉色慘白，顧成海的手指死死扣着桌沿。江行舟高考總分742分，恢復清河县理科第1名身份。江木緊緊抓住江行舟的胳膊，幾乎不敢呼吸。江行舟等這句話等了太久。從查分頁那一瞬間的742，到系統突然變成423；從校門口被罵偽造截圖，到母親跪在學校門口；從志願被改成民辦高職，到父親烈士檔案被污衊。他不是沒有崩潰過，只是每一次他都把崩潰咽回去，因為他知道哭不能讓分數回來，證據能。複核結果如下：顧銘川真實高考總分511分，全場其清華理工大學投到錄取資格，因成績來源異常，暫停確認。顧銘川像被抽空一樣跌坐在椅子上。不可能！我兒子怎麼可能511？你們一定是被江行舟收買了！他還是不愿相信，不是因为證據不夠清楚，而是因為他不能接受顧家精心堆出來的榮耀，竟然是從一個賣早餐的孩子身上偷來的。越是不能接受，他越想撕扯，仿佛聲音大一點，511就能重新變成742。顧女士，複核依據包括原始答題卡、掃描編號、考場簽到、筆記鑑定、志願登錄日誌、現場複題記錄，不是任何個人可以左右的結果。顧母徹底僵住，顧成還想說話，卻被紀檢人員看了一眼，他臉色一變，終於閉嘴。顧銘川抬頭看江行舟，眼神破碎又怨毒。你滿意了？你非要毀了我？我只是拿回我的成績，毀你的是你拿了不屬於你的東西。大屏幕上的顧銘川狀元海報被工作人員關閉，黑屏後酒店大廳顯得異常空。剛才滿場祝賀的人，現在全都不敢看江木。這是一場荒唐的宴席，主角錯了，分數錯了，通知書錯了，連賓客的掌聲都給錯了人。可最荒唐的是，在真相公布之前，所有人都那麼篤定，篤定江行舟輸不起，篤定江木學校，篤定顧家才是真正的贏家。一個曾經嘲笑江木的親戚低聲開口：“江大姐，之前我們不知道。”江木沒有理會，他只看着兒子，眼淚一滴滴往下掉。行舟，回來了，你的分數回來了。回來了。林曼站在角落，眼淚已經落下。他看着江行舟，卻不敢上前。因為他終於明白，自己曾經站在假狀元身邊，親手把江行舟推遠。紀檢人員走到顧成海面前，顧成海下意識後退。剛才還高高在上的教育局副局長，此刻臉色像紙一樣白。顧成海，請你配合調查，涉及高考成績綁定異常、志願篡改、監控刪除、偽造烈士家屬政審材料等問題。全場再次嘩然。顧母撲過去想攔，被工作人員擋住。顧銘川癱坐在椅子上，胸口紅花歪到一邊。接下來要查的是誰動了系統，誰改了志願，誰刪了監控，誰偽造了政審，誰把一個寒門考生的12年努力挪到顧銘川名下。這條鏈不會因為顧銘川從742變回511就結束。另一邊，陳立輝也接到電話，他手一抖，手機差點掉在地上。陳立輝校長，即日起暫停職務，配合調查。陳立輝看向江行舟，嘴唇顫抖。江行舟卻沒有看他，只是扶着母親轉身離開宴會廳。顧成海被紀檢人員帶離，剛才還圍着他敬酒的人紛紛往後退，沒人再上前套近乎，沒人再喊顧局。你們不能帶走他，他是教育局副局長。請冷靜。他只是為了孩子。為了孩子這4個字聽起來像母愛，可他遮不住違法。為了顧銘川就能偷別人的分數，為了顧銘川就能改別人的志願，為了顧銘川就能污衊烈士清白。顧家所謂的愛，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別人的人生被奪走之上。顧銘川低頭看着自己的紅花，他忽然伸手去扯，紅花被扯壞，掉在地上。我不是511。沒人安慰他，因為這場戲已經散了。他不再是狀元，只是一個拿着別人分數辦升學宴的人。縣一中辦公室裡，調查人員封存電腦和檔案。陳立輝坐在椅子上，臉色灰敗。
班主任坐在另一邊，雙手發抖。顧家塌了，學校也開始塌。程立輝想把一切推給系統異常，又想推給班主任審核不嚴。可調查人員一進來，所有口頭說辭都變得脆弱。電腦日誌、班級群通知、志願確認表、檔案評價修改時間，每一項都在往回咬他們。江行舟志願被修改當天，誰保管他的登錄初始密碼？班主任沉默很久，終於開口：學校統一收過一次。陳校長說，教育局要核查尖子生志願填報。我把江行舟的賬號信息交上去了。你胡說！我沒有胡說。江行舟拒簽放棄申訴重訂書後，也是校長讓我在檔案裡加情緒不穩定。我知道不對，但我怕丟工作。班主任眼淚掉下來，遲來的坦白不會洗清他的沉默，但他至少讓那條鏈更清晰。從學校收賬號到教育局內網登錄，從志願改動到成績綁定異常，從學生檔案抹黑到逼簽承諾書，這不是一個人的臨時起意，是一群人一起把江行舟往死路上推。酒店門口，賓客們陸續離開，剛才還熱鬧的升學宴轉眼變成笑話。花籃沒人要，紅毯被踩髒，印着顧銘川名字的喜糖堆在角落。人情反噬得很快，他們來時說顧家教子有方，走時卻開始說早就覺得顧銘川不像能考742的人。他們來時祝顧成海仕途順利，走時卻說這種事遲早要出事。沒人承認自己曾經捧過甲狀元，大家都想把自己裝成早就看穿真相的人。顧母坐在台階上，妝哭花了。顧銘川站在一邊，整個人像失了魂。有記者想拍，被酒店保安攔住。顧銘川忽然看見江行舟母子走出來。江行舟，你已經拿回成績了，還想怎麼樣？江行舟停下腳步。我想知道是誰改的，是誰刪的，是誰逼我媽跪在學校門口，是誰動我父親的檔案？顧銘川被問得連連後退，他終於明白，江行舟不是只要分數，江行舟要整條鏈都付代價。夜色降臨，江行舟扶着母親往家走，街道兩側有人偷偷看他們。從前是看笑話，現在是看傳奇。江母卻沒有覺得痛快，她只是累。公道來得太晚，通常不會讓人立刻開心。它更像一塊遲到的藥，能止血，但傷口還在。江母被羞辱過，江行舟被污衊過，父親的清白被人動過，這些都不會因為742回來了就自動消失。林曼從身後追上來。江行舟，對不起，我那時候不該說你輸不起。江行舟停下，卻沒有回頭。林曼，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江行舟繼續往前走，林曼眼淚落下。手機震動，沈砚秋發來消息：國防大正式錄取流程已恢復，請準備接收通知書。